世界各地的人来曼谷旅行的时候，特别是华人，都很喜欢去著名的景点四面佛拜一拜。但是这个著名的景点为什么会出现在曼谷最繁华的商圈呢？它为什么又会如此灵验？据说四面佛它只是当地一个酒店的保护神，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土地神。但是它为什么会从一个土地神慢慢变成世界各地的人，特别是华人都信仰和喜爱的一尊神像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四面佛。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这个四面佛啊，现在就在爱侣湾君悦酒店的旁边。这个位置呢，就是拉差帕宋十字路口，又被泰国人称为神的十字路口。其实四面佛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佛，它其实是一个神。在泰国人的语言里面，它被称为神，它是来自于印度教的一个神梵天，所以严格意义上它被称为四面神。四面佛在维基百科里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伊拉旺神坛，全称呢就是伊拉旺旅馆梵天神坛。这个梵天啊，它其实并不是佛教里面的神，它是来自于印度教。最早呢，它在婆罗门里面呢还有神的位置，它跟湿婆、毗湿婆本来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在后来印度教兴起以后，梵天的地位就慢慢下降了，不再被称为神。他被印度教认定为是具备有神力的，掌管世间一切的，但他依然是人，所以他具备人的肉身、神的法力，能够掌管世间的生死和富贵吉祥。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东南亚的泰国奉为四面神，同时也是因为他具备能够给到人类富贵和吉祥的神力，所以被邀请为土地神，镇守在此处吧。如果你来曼谷旅行，你要去四面佛朝拜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公共交通 BTS， 你可以走过一个叫2 Lock 的天桥，从这个空中走廊的上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四面神的全貌。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它也被泰国人称为神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除了四面神梵天之外，还有其他7、8座镇守在此地的神像。这些神像镇守的大部分都是周边的酒店和商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集中出现这么多神像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曼谷，它是东南亚泰国的首都。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但是在这么繁华的商圈，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印度教的神像而不是佛教的神像呢？这个说来跟一个曼谷当地的传说有一定关系。这个传说呢叫必差问皇宫诅咒。来曼谷旅行的人都知道，那一片有个著名的商场叫 Central World。它最早这个地块啊，其实是不属于 Central World 集团的，它是属于泰国王室的王宫用地。也就是拉玛四世时期，这个地块呢是拉玛四世原来是计划用来建造必差问皇宫的。拉玛四世是谁啊？他的原名叫暹罗王蒙古，他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泰国国王。他在22岁的时候结婚，24岁就出家了。他出家的这个寺院啊，叫做班尼卫寺。他在这个班尼卫寺20多年都是做住持的。他是泰国当时非常出名的高僧，他甚至是小乘佛教法宗派的创始人，而且他非常熟悉巴利文，能够用巴利文和泰语全文背诵三藏经，可以说他在佛法上的造诣已经非常深了。但是在他47岁的那一年，他的哥哥拉玛三世去世了，遗嘱中把他立为国王，他就在登基之前还俗，然后去登基的。拉玛四世当时呢没有对这个皇宫进行开发，因为他当时也是比较忙的嘛。他还有一个传奇身份，就是他是美国传记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原型，就是这个国王他的原型真身其实就是拉玛四世。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讲一个视频来聊一聊拉玛四世的传奇人生。我们说到这个皇宫当时不是没有造嘛，一直到他的第3代拉玛6世才开始造。拉玛6世造这个皇宫呢，是要送给他自己的亲弟弟的。但是这个皇宫造了4年，当他造好以后，刚刚赐给他的弟弟的时候，这位王子就去世了。
那么隔了2年以后呢，拉玛六世也因病去世。拉玛六世十分惦记这个地块，他也很担心他这个皇宫啊日后会被人诓骗，担心王子的后代不能保护好他的家产，所以呢，他就在遗嘱里面立下说，此地块永世只能为皇宫皇室所有，不得做他用。那么后人就理解说，他这个遗嘱是一种诅咒。所以当 Central World 的这个前身开始造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964年的样子。当时日本大丸集团，他和叫皇室资产管理局呢进行协商，也跟王子的后人进行协商，拿下这个地块。当时日本的这个大丸集团建了整个泰国第一个有自动手扶电梯的一个商场，那是第一个嘛。但是呢，这个商场一直经营的不好，非常惨淡。过了几年以后呢，经营不下去的大丸集团，他就把这个商场搬到了对面。时间到了1989年，泰国著名的他叫 Piper 家族啊，他建造 World Central Center 的时候呢，遇到了工程，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而且还进行不下去，死了不少人。当时这个建造者家族的负责的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曾经梦见有神跟他讲，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皇宫的，他原来的守护神叫三相神，因为三相神在几年前被欧美人借走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保护神，那么你在建造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这个家族的人就四处去找三相神真身的所在处，然后到处走访的时候呢，找回了这个三相神，并且把他请回来。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当年欧美人把这个神像借走的时候，当时参与这件事情呢，一直到神像被请回来的这段时间，就经历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厄运。厄运呢，也是在三相神被请回以后才结束。这个家族经营这个商场呢，一直到了后面 Central World 的百货接手，就是变成了现在的一个 Central World 的百货。它在2010年红衫军运动的时候呢，经历了一场大火，就是整个商场被烧毁了。为什么被三相神所保护的这个商场也会被大火烧毁呢？因为在这个红衫军活动之前， Central World 的这个百货公司为了一些可能是修整和那个扩大建造的一些原因呢，把三相神暂时请到了伊势丹百货那儿，跟当时镇守伊势丹百货的相神呢放在一起。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红衫军游行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冲突比较大的时候，包括Central World 的百货公司和当时在附近的 Big C 超市都是被烧毁掉了。 Big C 超市当时商场前面也没有设置保护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Central World 他就把三相神请回来了。 Big C 在第2年的一个修建重建的过程中呢，也在自己前方的广场设置了雪山神女神像。在距离 Central World 的百货5-6公里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叫泰国警察总医院。这个医院是在30年代建立的，建立之初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顺利。后来呢，警察总医院呢就在门口设置了一个神像，叫毗湿婆。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是建议他设置一个石毗婆神像就可以了。但是呢，在高人的指点下，他们是在一个在多头巨蛇的雕像上面设置的毗湿婆神像。同时，在拉差帕宫的东北角有一个叫盖颂生活购物商场呢，当时也是建造不利，因为这个地方是神的十字路口，然后有着必差问皇宫的诅咒，所以当时这个商圈所有的商场酒店，它在建造的时候都会有各种不利的问题产生，所以大致都设置了各自不同的土地神来镇守。那么盖颂生活购物商场它设置的是吉祥天女拉克舍米，然后旁边的洲际酒店呢，它在经历了一场火灾以后才设置了一个纳罗延站在迦楼罗上飞翔的神像。还有是四面佛旁边它有一个叫搜狗购物中心，它现在呢叫改名叫阿玛尼广场百货，它呢设置了因陀罗神像。所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一片陆陆续续设置了大概有8座神像，所以它就被称为拉差帕宫神的十字路口。大家会看到
这些设置的保护神，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种土地神文化的信仰。那么四面佛它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设置呢？其实它跟其他的一些神像设置的原因也大同小异，那就是在1953年的时候，爱侣湾酒店，他们也叫伊拉旺旅馆，它在建造初期的时候呢，经历了比其他的酒店和商场建造中更多的艰难，就是它死了好多工人，非常不顺利，就是一个工程3年了都没有太大的进展，一直到1956年的时候啊，他们请教了当时的一个海军上将，他同时也是非常擅长占卜的，他叫栾素威参配海军少将。他曾指示说，他说这个地方他需要梵天神像来镇守，他才能够镇住这个地方。就在1956年11月9号的时候呢，爱侣湾酒店就在这个地方打造了梵天的神坛。他当时只是作为爱侣湾酒店，也就是后来君悦酒店的一个保护神而已，保护这个地方的一个土地神。但是因为梵天神坛在这个地方啊，它传来越来越多的一个传说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祈福的灵验度特别高，就是你基本上有求必应。所以四面神它一开始只是爱侣湾酒店的一个地方保护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这个酒店的一个土地神而已。但是慢慢的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响，所以信众供养给他的资金也越来越多了。后来为了管理这些钱，这个君悦酒店和政府啊共同成立了一个基金，叫爱侣湾梵天大神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2022年的12月31号的网站公布的是什么？就是它基金在这个日子之前的结余有25亿台铢，在8年前它的资金也还不到7亿。你看这短短几年时间，它信众的规模有多大？随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来那个曼谷的四面神许愿嘛，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响，所以它也成为很多人去破坏它，成为一个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标志。在2015年的时候啊，曼谷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一个大爆炸，它的爆炸地点就在四面佛。当时呢，现场有27人死亡，有150人受伤。四面佛呢，它全身也出现了12处的破损，一直到9天以后它才修复。当时的死伤人数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华人，他们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甚至海外华人。这并不是四面佛第一次受到这个破坏了。往前推的2006年，有一个神经病的年轻人，是其他教派的。他在凌晨的时候啊，突然发疯的往四面佛去，拿着锤子把整个四面佛给砸毁了。那次四面佛的损害程度呢，超过2015年的。但是当他砸完四面神以后啊，旁边看呆的民众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大家就把他直接在这个地方围殴致死，就直接把他打死了。打人的里面呢，也有2个人受到警方的一个抓捕了。但是这一次的因为砸毁的程度比较深，四面佛呢是修复了2个多月以后呢才对外开放的。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砸毁事件，但是这个事情后来引起了整个泰国政坛的震动。就是你可见这个四面佛这个地方不仅是信众关注的地方，它同时对泰国的政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信还在任嘛，他的反对派就说是他信指使了这个事件，说他信想往这个四面佛身上去放他的名字，让四面佛来保护他，这个真真假假无从判断。但是就从这个四面佛损毁事件之后呢，他信就慢慢的衰落下去了。没多久他就流亡海外，一直到现在他回国也是经历了10几年的动荡。2015年的大爆炸中有很多死伤人数是来自华人。为什么华人会这么热衷四面佛？除了他许愿很灵之外呢，还是源于在很多年之前，就是香港的明星带动起了参拜四面佛传说他许愿非常灵的一个潮流。这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著名影星现在也是非常活跃的谢霆锋的妈妈狄波拉。狄波拉呀，在香港是非常出名的，不仅是因为她当年
自己是香港小姐啊，名冠一时，拍了很多电影，在香港非常的红。跟谢贤的一段神仙眷侣的婚姻呢，也是很多人见证了。到后来了，他又生出了著名的星二代谢霆锋，甚至谢霆锋的名气还超过他。为什么狄波拉和谢霆锋家族会跟四面佛有这么深的渊源呢？要说起狄波拉非常悲惨的童年故事了。1951年的时候啊，狄波拉被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他是个弃儿。然后1951年他被扔在那户李姓人家门口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襁褓中的 baby。然后他在那个家庭的前5年过得还可以，在他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出生了，他就受到了冷落。他呢不仅要承担家里的家务，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够好，他还要外出打工来贴补家用。狄波拉10岁开始呢，就跟着香港的巡游乐队四处参演，讨口饭吃。在他16岁的时候啊，他跟着这个乐队到了泰国的曼谷去巡演。巡演结束以后，他没有选择马上回去，他留在曼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那段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他觉得自己没有出头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他去参拜了四面佛，在他面前祈祷，说如果你能够让我成功啊，让我能够飞黄腾达，我几年后一定会回来还愿啊，就求他保佑。就在他拜完四面佛5年后，她成为了1973年的香港小姐。那一年她名动香港啊，因为她实在是很好看呐，狂野又带着灵性的相貌，当时在香港的演艺圈是非常少见的。我们都知道70、80年代是香港美女神仙打架的时候嘛，狄波拉就红了。不仅是狄波拉，她的儿子谢霆锋同样也是四面佛忠实的粉丝。为什么呢？就在2001年的时候啊，谢霆锋在拍一部鬼片叫《灵异2002》的时候呢，他那个剧组当时是放在香港儿童医院的急诊室拍的。那个急诊室啊，就是你要想儿童医院的急诊室嘛，他救的都是孩子，那难免会有不少孩子死在那里的。所以他说他拍完那个戏的时候，他跟狄波拉拜愿，晚上回家他的耳朵总是响起那种非常尖锐的孩子的哭喊声、哭叫声，还有那种嘤嘤的声音，他就很受苦恼，非常痛苦，晚上还做噩梦，梦见那些小孩来找他，抱着他不肯撒手。然后狄波拉他就是找高人给他看，说他撞了邪了，身上有恶灵附身。那么狄波拉非常非常的害怕，他就马上飞到了曼谷的四面佛前去祈福，希望四面佛能保佑他的孩子哦。很巧的是，他回去以后呢，谢霆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觉得一定是四面佛保佑他。据说狄波拉从当年成为香港小姐以后，连续40、50年的时间，她每年都会在这个佛诞日飞到四面佛去做非常虔诚的这种祈福仪式，非常隆重。2001年，狄波拉祈福解决了谢霆锋撞邪的问题以后，谢霆锋在2002年他又出了一件大事。那一年谢霆锋年少轻狂飙车，出了蛮大的一个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他撞毁了另外一辆车，当时在香港街头的影响非常恶劣。他还做了一件蠢事，他不仅出了这个事故以后他逃走了，他第2天还找人给他顶包也就算了，还被人发现了。那时候的狗仔队是很强大的呀，那他就陷入了他有史以来整个从影生涯最关键的一个坎了，就是搞不好他就身败名裂了。那狄波拉又不行了，他又飞到曼谷去，在四面佛面前听说是哭了整整4个小时，说请求四面神能够去保佑他的儿子走出这个难关。在他拜完佛回去以后，恰巧就是谢霆锋这个案子复审的日子，阴差阳错的，没有任何理由的，谢霆锋全身而退。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人已经不记得谢霆锋当年的这个事件了，是吧？他也一直很安稳的走到现在。所以呢，狄波拉和他的家庭是非常信任四面佛的，他觉得就是他们整个家族的庇护神。那么随着他的一个宣传，他身边的人，包括后来很多明星去了，被拍到了，就是他们说四面佛是在那里，就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四面佛这边是邂逅明星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也是追随这些明星的脚步，去四面佛面前祈福许愿。在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古天乐啊、萧亚轩啊、王心凌啊，包括
企业家王室也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所以四面佛也十分受华人圈的欢迎。那么在你的家乡有没有哪一栋著名的大楼在建造的过程中有很多诡异的事件，最后通过安置土地庙、土地神或者设置了某个神像而解决的呢？在你的家乡有没有此类的传说？如果有，欢迎你在评论里分享给大家。